今天。我的家，良心！这是民国第一冤案，当时县官的工资是每月5块大洋，富豪为了替儿子洗白，冤枉无辜百姓，一口气拿出2000大洋贿赂。清廉半生的县太爷最终没能经受住考验，可是他忘了一句话：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从此，县太爷就没睡过安稳觉。谁？相信这部上映于50年前的恐怖老片是无数人的童年阴影。友情提示：如果遇到穿红衣上吊的女人，请立刻远离。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家丁的解释。老爷，有人说呀，一个人在死的时候穿红衣服啊，会变成厉鬼来报仇的。话不多说，故事开始。在城郊有一家小酒铺，老板叫曾家驹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娶了个漂亮媳妇叫真娘。这天，镇上的恶霸林少爷带着狗腿子管家林贵又来骚扰真娘。这林少爷仗着家里是首富，无法无天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上来就对真娘动手动脚。真娘拼死不从，林少爷竟想用强命令她倒酒，甚至逼她喝下自己剩下的半杯。我不会喝酒。哦，我让你喝都不给面子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真娘急中生智，假装头疼躲进了里屋。可她没想到这林少爷色胆包天，竟然直接跟了进去。门外的林贵则像个门神，拦住了闻讯而来的老娘，还嚣张地说：这个时候我进去，你不是太不识相了吗？什么话呀？这是我的家呀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哎呀，怎么你这么大把年纪那么不懂事啊？待会儿跟我们少爷会赏你钱的。啊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被这帮恶奴推倒在地，她只能拼了命跑出去找儿子家驹回来救人。然而等家驹心急火燎地赶回家，冲进里屋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。媳妇真娘不知所踪，而那个色欲熏心的林少爷竟然七窍流血，直挺挺地死在了他家的床上。家驹还没反应过来，林贵就带着一大帮人一口咬定是家驹谋财害命。好家伙，这恶人先告状的本事简直炉火纯青。林家势力滔天，直接把家驹告上了公堂。县太爷唐老爷升堂审案，林家的老太爷林子清和管家林贵作为原告颠倒黑白，上演了一出年度大戏。林贵在堂上声泪俱下地编造了一个故事。那天他们少爷只是路过酒铺，想歇歇脚，结果老板娘真娘主动勾引，把少爷骗进里屋。你到后边来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接着家驹就冲出来，狮子大开口，索要2000大洋，少爷不给，家驹就用扁担活活打死了他。这套说辞漏洞百出，但林家早已买通了所有人证，家驹百口莫辩，只能喊冤。他根本没动手，更没要什么钱。唐老爷也觉得事有蹊跷，决定暂时收押家驹，并下令全城搜捕失踪的关键证人真娘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张无形的大网已经悄悄向他自己撒了过来。林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开始对唐老爷进行金钱攻势。他们派人送来500大洋，想让唐老爷行个方便。起初读圣贤书出身的唐老爷义正言辞地拒绝了，他痛斥林家想用金钱玷污法律。然而他身边有2个要命的猪队友，他那贪得无厌的二姨太和他那诡计多端的表哥，也就是县衙的王师爷。这2人是老相好，背地里早就勾搭在了一起。眼看白花花的银子送上门，二姨太的眼睛都直了。她天天在唐老爷耳边吹枕边风，骂他死脑筋，当清官当到穷光蛋，连老家老婆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。一边是圣贤教诲，一边是家庭困境，唐老爷的内心开始动摇。一旁的二姨太硬是把钱收下。你收了钱不等于毁了我吗？我不管，案子随便你怎么判，钱我是要定了。紧接着王师爷又上前试探：东翁，你要开棺验尸这件事情，我看可以免了吧？他见唐老爷脸色不善，又跑到林家暗示只要钱给到位，唐老爷的头就能低下来。林家二话不说，又追加了500大洋。二姨太见到师爷包袱里的大洋，激动不已。可王师爷表示要让唐老爷收下，他才能动。紧接着，二姨太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：我告诉你，这笔钱来的正合适。他家里来信，他老婆吐血，正等着钱用呢。我先进去，等我接个人你再进来。王师爷转身就劝唐老爷：这钱我搁这儿，你考虑考虑。等明儿早晨，我听你的回音。最终在金钱和亲情的双重压力下，唐老爷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他看着那整整1000块大洋，再想想家里病重的发妻，他闭上了眼，默许了这场肮脏的交易。他那所谓的良心，在金钱面前终究一文不值。第2次开庭，唐老爷完全变了个人。他收了黑钱，昧着良心直接采信了林家的一派胡言，当庭宣判：曾家驹，你敲诈勒索、持枪杀人，打死林继尧，依法判你死刑。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家驹听到判决，悲愤交加，他指着唐老爷发出了最后的质问：
良心呢？可唐老爷只是冷漠地将金堂木重重一拍，将家居的冤屈与自己的良心一同拍得粉碎。而那个失踪的真娘原来一直被林家囚禁着，林老爷和儿子一样都相中了真娘，他们骗他说只要他答应给林老太爷做小妾，就能救家居一命。可怜的真娘为了救丈夫，屈辱地答应了。她哪里知道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。当她从丫鬟口中得知丈夫已被斩首的噩耗时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是你的丈夫。就在家居行刑那天，他年迈的母亲在刑场上哭得撕心裂肺，他跪在地上祈求老天开眼，为他儿子伸冤。霎时间天昏地暗，雷声滚滚，大雨倾盆而下，仿佛连老天都在为这桩奇冤落泪。当晚林家张灯结彩，为林老太爷迎娶真娘。真娘穿着一身刺眼的红嫁衣，面无表情地被送进了洞房。老色批林老太爷终于得偿所愿，可就在他累得精疲力竭睡着时，真娘眼中迸发出无尽的恨意。她从袖中抽出一把尖刀，狠狠刺进了老色批的心脏。大仇得报后，真娘冲出林府，跑到荒郊野外。可到处都是林家的人，她一个弱女子根本逃不过今晚，于是穿着这一身红衣，在歪脖子树上自尽。民间传说穿红衣而死，怨气不散，必将化为厉鬼，索命复仇。在给真娘收尸的时候，家丁把这件事告诉了唐老爷。老爷，有人说呀，一个人在死的时候穿红衣服啊，会变成厉鬼来报仇的。唐老爷大惊失色，自己不就是他的仇人？当晚唐老爷就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他担心家居和真娘的鬼魂真的来找他索命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红色身影凭空出现，他急忙跟着红色身影来到了后院，随后眼睁睁地看着红色身影进了西厢房。他捅破窗户纸一看，居然是家居的鬼魂在欺负二姨太。唐老爷恍惚中冲了进来，抄起扁担就向着家居打去。二姨太急忙劝阻，等唐老爷清醒过来，才发现他打的居然是王师爷。眼看弄出了人命，二姨太非但不怕，反而以此要挟唐老爷索要1000大洋封口费。神情恍惚的唐老爷只能咬牙答应，于是唐老爷就和二姨太一起处理王师爷的尸体。就在此时，王师爷突然醒来，他抓着二姨太一起掉进了荷花池。唐老爷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暗喜。次日一早，唐老爷就匆匆辞官，带着搜刮来的钱财，准备回到老家享福。半路上天色已晚，他只好投宿在一家偏僻的客栈。一进门，他就被院子里停放的2口棺材吓了一跳。掌柜的，你们这儿怎么有2口棺材？客栈老板告诉他，这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太寄放的。他的儿子被一个混账县官冤杀，儿媳也上吊了，他没钱运棺材，只能先放这儿。唐老爷一听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这说的分明就是家居一家。于是就想着换一家客栈投宿，可客栈老板却说周围40里只有我这一家店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住下。来到房间后，唐老爷看到自己卖良心赚来的大洋，才安下心来。可下一秒，大洋却变成了家居的脑袋。几个家丁进来查看，并未发现不妥。唐老爷也只是认为自己刚刚是眼花了。可到了半夜，唐老爷被诡异的声音吵醒，他来到客栈外，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：一朵火焰变成了真娘的样子，然后飘进了院子里的客房。唐老爷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只见他缓缓摘下自己的头颅，放在桌上，对着镜子梳头，并且还回头跟唐老爷打了一个招呼：是谁啊？唐老爷被吓得肝胆俱裂，逃出了客栈。他见不远处有家酒肆还开着门，于是便点了2两白干，然后说起了自己刚刚见鬼的事情。结果下一秒，酒肆里的人就给他表演了一个绝活。这有什么稀奇啊？我们都行。此时唐老爷才意识到深更半夜怎么会有酒肆开门，他又逃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自己的被窝。可下一秒，院子里的棺材居然有了动静，只见家居缓缓从棺材里走出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到了唐老爷的面前。唐老爷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得肝胆俱裂，直接抱着钱箱子跳了窗户。次日一早，几个家丁起床的时候看到了挂在树上的唐老爷。见多识广的客栈老板看到散落一地的大洋，就明白了一切。要是有鬼，那是他心里有鬼，8成是他做了亏心事了。这些个才真是卖命的钱呐！唐老爷用别人的命换来了钱财，最终也得用自己的命来偿还。这或许就是对他那句良心多少钱一斤的最好回答。到这里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本片以民国冤狱为基底，糅合港式惊悚与人性叩问，尽显老港片的叙事巧思。影片围绕一桩酒馆命案展开，现知是唐崇陶为汇款枉法，将酒馆老板曾家居冤判死刑，老板娘真娘亦绝望自尽，2人鬼魂索命的惊悚表象，实则是唐崇陶贪念催生的心魔反噬。影片虽剧情平实，却以极具时代感的手法营造出浓烈的恐怖氛围。断头梳头的经典镜头成为一代观众的童年阴影，质朴的镜头将人性贪念引发的内心恐惧具象化。作为港式老恐怖片，其说教内核直白却深刻。世间最可怖的从非鬼神，而是人心深处无法挣脱的贪念与愧疚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